比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，这个永久居民呢是肯定不会收的，只能是公民申请。加拿大公民去美国短期工作是不需要工签的，但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呢，就必须了解这个制度，否则会遭到罚款或监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金香的频道。很多新移民来加拿大后呢，会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入籍？入籍不入籍有哪些利弊？入籍之后的工作机会呢，是不是会增加？如果你也有这个疑惑，那就一定要往下看啦。一定要说一下加拿大永久居民的概念和保留条件。移民一旦成功呢，就成了永久居民，拿枫叶卡，护照还是用原国籍的，比如中国护照、日本护照。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呢，可以在加拿大无限期停留、生活和工作，但必须在每5年之中在加拿大至少居住够2年以上。但如果永久居民是因为陪同一个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配偶，或者受聘于加拿大企业而在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停留的时间呢，也被认为是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。永久居民呢，可以在5年内于加拿大境内居住3年之后申请加拿大国籍。如果不选择入籍呢，也可以继续保留永久居民的身份。第二点，我讲一下加拿大公民的申请资格和要求。永久居民5年内在加拿大住满3年呢，就可申请入籍了。那么留学生、持工签者以及难民取得永居之前呢，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可以按50%折算居留时间，但最多只能折算1年。无论有没有收入啊，小松鼠，加拿大环境超级好，就到处都是松鼠，而且松鼠是不怕人的。无论有没有收入呢，必须提供过去至少3年的报税记录，而且要通过入籍考试。18到54岁的申请人呢，要提供语言能力证明。54岁以上呢，不用提供，但可能会面试。面试的时候呢，是允许带翻译的。未成年人呢，可以单独申请入籍。第3点，说一下这个永久居民和公民的区别。第一点，从这个选举权跟竞选政治职务权说起。这点基本所有人都知道啊。无论联邦选举、省选举、市级选举还是议员选举，永久居民都没有资格参与选举，只有公民有资格。所以如果你在加拿大想从政呢，是肯定要入籍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永久居民和公民呢，都有可以加入党派的权利。第二点，我说一下这个外交领事保护。如果你是中国公民呢，那就受中国领事馆保护；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呢，就受加拿大领事馆保护。当你在国外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，是可以寻找领事馆寻求帮助的。如果你是永久居民呢，但是在申请加拿大公民，还是受这个中国领事馆保护的。3点，说一下这个续签移民证件。那永久居民呢，必须满足刚才我们提到的居住时间，才能保留枫叶卡。加拿大护照呢，没有这个具体时间要求。那枫叶卡呢，每5年要更新一次。加拿大护照呢，是孩子每5年更新，成人是每10年更新。第4点，我说一下这个护照免签旅行。中国护照呢是免签80多个国家，加拿大护照呢是免签185个国家。这个免签呢看似用途不大，但有时候对于这个学习、工作以及旅游呢很方便的。比如这边的中学跟大学呢，跟国外学校呢有很多的这个交流交换的机会。那如果你是加拿大护照，去欧洲学校交换学习，你随时可以报名，随时可以去，无需担心签证问题。这个做一场这个想走就走的旅行呢，也是可能性很大的。但是对于华人唯一不方便呢，就是回中国你得申请中国签证，签证一次呢可以最多申请10年的。第5点，我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工作机会啊。第一个，我要说一下联邦政府的部分工作呢，目前是可以接受永久居民申请的，但是公民呢是有优先权的。如果你俩条件差不多，一个是永居，一个是公民，但是肯定是选这个公民的，这个不算歧视啊。那如果你是公民又懂点法语，那你的优势就更大了。第二个，说一下这个军队工作，包括这个海陆空3军，在2022年以前呢是不收永久居民的，只收公民的。但是2022年以后呢，是收永久居民的。然后说一下这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工作啊，比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，这个永久居民呢是肯定不会收的，只能是公民申请。第4点，说一下这个警察工作，部分警主呢永久居民呢是可以申请的，公民呢是完全可以申请。比如这个狱警呢，永久居民是可以申请的；皇家骑警呢，是成为永久居民满10年以上可以申请，公民是完全可以申请的。
那在美国工作呢，永久居民一定要申请美国的工签才可以进美国工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加拿大公民去美国短期工作是不需要工签的。但如果是长期的工作，根据每个岗位情况，你的公司呢也就会跟你去谈这个签证的事儿了。第六点说一下这个陪审员制度 （jury duty）。那加拿大法官在判定案子的时候呢，是要听取陪审员的意见的。永久居民呢是没有陪审义务的，但是加拿大公民呢是有陪审义务的。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和我无关，但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呢，就必须了解这个制度，否则会遭到罚款或监禁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。那陪审员呢是政府随机选举的普通公民，18到65岁的加拿大公民，如果没有犯罪记录，并且是法庭所在的省份居民，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候选人。如果被召集出任陪审员，公民不得无故拒绝，否则违法呢会被处以5000加币或者是6个月的监禁。一个公民正式出任陪审员之后呢，3年内是不会再被召集的。你收到这个陪审员的信呢，会有一个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的表格，你需要签字，你可以不去，但你是必须要填这个表的。你可以填不想去，然后选择原因，比如语言原因、经验原因，然后把信给寄回去。第4点，如何考虑要不要入籍呢？如果你热衷于加拿大的政治，想投票给自己新来的政党，甚至想自己投身政坛，那就选择入籍。如果你喜欢旅行，碍于假期有限，不想办签证，就可以考虑入籍。如果你有家人、事业或者资产在国内，需要经常往返中加两地，建议先保留枫叶卡。这边很多家庭呢是一人入籍，一人保留枫叶卡，就是太太入籍了，先生还是保留枫叶卡的。这样的选择呢是比较保守的。比如这个需要立即回国持枫叶卡的呢，就可以立刻回国，不用办签证了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，别忘了帮我一键3连，打开通知小铃铛。如果你有移民故事想跟我分享，就联系我吧。想了解更多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生活资讯，那就下期见啦！